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阚老师。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命运。为什么有的人拼命工作，省吃俭用，钱好像越存越少，日子却越过越苦？很多人拜神佛、求签师、找老师算命，忙了大半天，感觉自己的运气好像始终没有什么起色。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想不通，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其实我要跟各位好朋友分享，许多时候答案就藏在您每天生活的家里。我们中华文化的古老智慧，往往就藏在一些最朴实、最不起眼的日常行为当中。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快也最有效的转运方法。这个方法说穿了只有一个字，就是扔。您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扔东西跟转运有什么关系？您先别急，请您听我娓娓道来。您把这个扔字背后的道理想通了，我跟您保证，您的人生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么我们要问了，到底要扔什么？要怎么扔？又为什么一扔这个运气它就转了呢？这里面的智慧，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弄个明明白白。首先我们要扔什么？其实很简单，第一步就从我们身边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开始。您不妨现在就环顾一下您的家、您的房间、您的办公室，是不是堆满了各种各样您根本已经用不到的东西？比方说3年前、5年前买的衣服，当时觉得好时髦，是当季最流行的款式，现在拿出来再看，早就过时了。可是心里就是舍不得扔，总想着，哎呀，这件料子这么好，也许哪天流行回来了，到时候还能穿。还有柜子深处那个5年前就坏掉的小家电，可能是个烤面包机，也可能是个果汁机，早就不能用了，也舍不得扔，心里老想着，万一哪天找到零件，说不定就能修好了呢。再来，还有一大堆别人送的礼品，可能是一些摆饰，或是一些书籍，您自己根本不喜欢，但又不好意思处理掉，觉得丢了对不起送礼的人。那些买来只翻过一次的书，摆在书架上，好像显得自己很有文化，但您摸着良心问问自己，真的还会再看第2遍吗？各位好朋友，我请您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东西它们留在您的身边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来跟各位分享，从我们环境能量学的角度来看，它唯一的用处就是把您宝贵的空间给占满，把您生命的能量给堵住。您要知道，我们环境里的每一件物品它都是有气的，这个气您不要把它想成是迷信，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能量场。好的东西，您真心喜欢的东西，您经常使用的东西，它的能量是流动的，是活泼的，是跟您的生命有良好互动的，它会滋养您，让您看到它，用到它就开心。但是那些坏掉的，您根本用不上的，堆在角落里积满灰尘的东西，它散发的是什么气？那是死气，是浊气，它就像一潭死水，是让您整个人的能量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罪魁祸首。您不妨想象一下，一个房间如果到处都堆满了杂物，乱七八糟的，您走进去是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压抑、很烦躁，头都大了？您在里面可能连转个身都觉得困难。那您告诉我，在这种环境里面，好的运气、好的能量要怎么进来？他就算想进来，一看，哎呀，没地方了，都满了，那他只好掉头就走了。所以转运的第一步就是要下定决心，把这些物理上的垃圾、这些物的垃圾通通都扔掉。您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很简单的规矩，比如说超过1年以上没有用过的东西，就果断的把它处理掉。这代表它已经不属于您现在的生活了，它只属于过去。您死死的抱着过去不放，那美好的未来要怎么进来呢？还有那些有破损的、有裂痕的碗盘，一定要扔掉。在我们中华文化里，一个破字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完整、不吉利的气场。您想想，您天天用一个破了脚的碗吃饭，您的潜意识会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它会告诉您，您不配拥有好的、完整的东西。您看，您的信念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为给影响了。再来，那些廉价的、品质不好的东西，当初可能因为贪便宜买回来的，用起来感觉很别扭，看着心里也难受，那就扔掉吧。您要透过这个行为，告诉您自己的潜意识，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当您开始去使用那些真正配得上您的有品质的好东西的时候，您会发现您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这个过程其实就叫做新陈代谢。您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要排泄，把没有用的废物排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营养，维持生命的活力。您居住的空间也是同一个道理。您不把旧的没用的东西排出去，新的好的能量它就没有空间进来。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当您把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阳光一照进来，一尘不染，您整个人的心情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心情一好，您看事情的角度就不同了，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也跟着改变了，您的运气自然而然就开始转动了。如果你也认同家里的清爽会带来心灵的开阔，请在留言区打上我要断舍离，为自己许下一个清爽的开始。这只是第一个层次，扔掉物质上的垃圾。很多人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感觉整个人轻松很多了，但我必须说，这还只是皮毛功夫而已。真正厉害的是开始扔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扔什么呢？我们要扔掉脑袋里的旧观念，扔掉心里的执着。各位，这个可比扔东西要难得多了。很多人的脑袋里装的垃圾，比他家里的垃圾还要多，还要可怕。比方说，有的人天天唉声叹气，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哎呀，我就是这个命啊，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或者说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出息了。我请问一下这位朋友，是谁给您定了这个命？是哪位神仙佛祖拿着生死簿告诉你，您这辈家就注定如此？其实根本就是您自己给自己下的定义，是您自己给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您天天抱着这个我不行的念头不放，那就算老天爷想帮您，他都帮不上忙啊。为什么？因为是您自己把通往成功的那扇大门从里面给反锁了。这种负面的限制性的观念，就是您头脑里的垃圾，它比任何有形的垃圾都更可怕，因为它在无形之中塑造了您的现实世界。您心里认为自己不行，您在行为上就会处处表现得畏畏缩缩，您会不自觉地吸引来那些更能证明您不行的人和事，最后您就会拍着大腿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果然就是不行。这整出戏不都是您自己导演自己演给自己看的吗？所以您要转运，就要把您头脑里这些陈腐的发霉的让您动弹不得的旧观念一个一个的找出来，然后狠狠的把它扔掉。那要怎么扔呢？很简单，就是当这个负面念头一冒出来的时候，您要像一个警卫一样，马上觉察到，注意这个思想垃圾又来了，然后您要很笃定的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个旧的程式，一个坏的习惯。接着立刻用一个新的积极的念头去代替它，比如说把我不行换成我来试试看，我来学习一下，我总能找到办法的。您看，就这么一念之转，整个世界就可能因此不同。这就是一念转，乾坤转。我们读易经都知道一个核心思想，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您在思想上走到了穷途末路，您就要变。这个变就是把旧的没用的扔掉，您扔掉了我不行，才会有可能性进来。您扔掉了我真倒霉，才会有幸运降临的机会。如果您愿意从今天起用我来试试看，来取代我不行，请您为这部影片按个赞，用您的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转变。除了旧观念，我们还要扔掉执着。执着于过去的成功，您就没有办法开创新的未来；执着于过去的失败，您就永远活在创伤的阴影里；执着于别人对您的看法，您就一辈子都活得不像自己。这些执着就像一条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把您捆得死死的。您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怎么可能走得快走得远呢？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把屠刀是什么？它指的其实就是您心中的执念，是您的怨恨，您的不甘心。您把它扔掉了，您当下就解脱了，就自在了，好运自然就来了。好，扔掉了物质的垃圾，也扔掉了思想的垃圾。还有第三个层次，也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扔什么？我们要扔掉那些消耗您的关系，扔掉那些无效的社交。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句话没错，但是您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您身边围绕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有些人
它存在的唯一价值好像就是来消耗您的。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跟他吃一顿饭，聊1个小时，回来之后觉得特别的累，感觉自己的能量都被吸干了。为什么？因为他全身都充满了负能量。他跟您聊的不是抱怨这个，就是指责那个，不是说东家长就是道西家短。您听多了，您的能量场也会不自觉地被他污染。还有一些所谓的朋友，其实只是酒肉朋友，吃吃喝喝的时候称兄道弟，场面好不热闹。可一旦您真的遇到了事情需要帮忙了，您再看看人呢，连影子都找不到了。这种关系除了浪费您的时间，浪费您的金钱，浪费您的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各位好朋友，您要搞清楚，您的时间和精力是您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您把它投资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您就会慢慢的变成什么样的人。您跟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耳濡目染，您也会变得乐观进取。您跟天天打牌喝酒抱怨人生的人混在一起，久而久之，您慢慢的也会觉得人生好像也就是这么回事了。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扔掉那些低品质的关系，这不是无情，这是对您自己生命的负责。把那些无意义的饭局推掉，把那些只会消耗您、拉低您的人从您的联络人列表里狠下心来扔出去，您会发现您的世界一下子清净了。您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提升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陪伴真正关心您的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结交那些真正能够滋养您、有正能量的朋友。当您的身边围绕的都是对的人，都是能让您变得更好的人，我请问题，您的运气它能不好吗？那才叫奇怪呢。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您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高品质的人，自然就会吸引来高品质的人和事。这就是宇宙间同频共振的吸引力法则。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了。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扔字就能转运呢？这个道理其实就藏在我们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哲学思想里面。第一，它符合空的智慧。我们道家讲虚，佛家讲空。道德经里面说：“30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坎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耳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说，一个车轮是因为它中心是空的，所以它才能转动，车子才能前进。我们用粘土做成一个杯子，是因为它中间是空的，所以它才能装水。我们盖一间房子，开了门窗，是因为它内部是空的，所以我们才能住进去。所以有的部分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是无，也就是那个空的部分，才真正让有发挥了作用。您的生命也是同一个道理。您把它塞得太满了，旧的东西不扔掉，新的东西要怎么进来呢？您的衣柜塞满了旧衣服，您就没有空间，也没有欲望去买新衣服。您的脑子塞满了旧观念，您就无法接受新的智慧。您的人生排程塞满了无效的社交，您就没有机会去遇到生命中新的贵人。所以扔这个动作，它本质上就是在创造一个空，在为您的人生腾出空间。您把物质的垃圾扔掉，是在为更有品质的生活腾出空间。您把思想的垃圾扔掉，是在为新的可能性和智慧腾出空间。您把关系的垃圾扔掉，是在为更优质的圈子和机会腾出空间。当这个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宇宙的能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运，它会自然而然的来填补这个空间，这就叫做真空生妙有。您一扔，好运就来了，道理就这么简单。第二，它符合易经的易之规律。易这个字，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变化。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春夏秋冬在变，生老病死在变，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流动变化当中。那么顺应这个变化规律的就吉利，违背这个规律的就凶险。您抱着一大堆旧东西不放，不肯扔，您就是在抗拒变化。您抗拒变化，就是跟整个宇宙的潮流在对着干。那您的生活怎么可能顺利呢？您就像一条河流里的一块大石头，水流不过去，它就在您那里形成漩涡，形成淤积，您的生活就会处处受阻，麻烦不断。
而扔就是一种主动的求变。您透过扔掉旧的，来宣告您愿意接受新的，您愿意跟随生命流动的节奏。当您开始主动求变的时候，您就从那个阻碍水流的石头，变成了一片顺流而下的叶子，整个宇宙的能量都会来帮助你。所以《易经》说变则通，你一变就通了，运气不就转了吗？第三，它符合阴阳的道理。我们常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舍跟得就是一对最经典的阴阳。很多人天天只想要得，我要得到财富，得到名利，得到爱情，他不知道有得必有舍，舍是因，得是果，舍是因，得是阳。您没有那个舍的因，您怎么能结出那个得的果呢？扔就是舍这个字最直接最具体的一种表现。您舍掉一件旧衣服，才可能得到一件新衣服；您舍掉一个坏习惯，才可能得到一个好身体；您舍掉一段不好的关系，才可能得到一段美好的缘分。很多人运气不好，就是因为他舍不得，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抓在手里，结果把自己活活压垮了。您看您的手，当您紧紧地攥着拳头的时候，您是什么都抓不住的。您只有把手松开，把手里的沙子扔掉，您才能去拿更贵重的钻石，才能去拥抱整个世界。所以您看扔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它合乎天道，它顺应自然，它是在调整您和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您把内在和外在的秩序理顺了，让能量能够自由地流动起来。好，运气它真的不是求来的，它是被您这样一种清爽、通透、积极的状态给吸引过来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聊聊到底要怎么扔。扔也是有方法的，不是说让您今天回家就把家里的东西稀里哗啦全扔了，那不叫整理，那叫破坏。扔要带着觉察，带着智慧去扔。第一，要有决心，不要犹豫。很多人扔东西是这样子的，拿起来看看，好像还有点用，又放下了，过2天又拿起来，还是舍不得，就这样拉拉扯扯，能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耗散掉了。你要果断给自己一个标准，不符合标准的就坚决扔。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锻炼您的决断力。您想，一个人如果连一件旧衣服都决定不了要不要扔，我请问您，他在人生的重大事情上能有什么魄力？第二，要带着感恩的心去扔，尤其是那些陪伴了您很久的东西，您不要把它当成垃圾一样嫌弃的扔掉。您可以在心里对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这件衣服陪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现在我的状态不一样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谢谢你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在我要把书里的道理用到我的生活中去，而不是只把你摆在书架上。您看，当您用感恩的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扔就不再是一个带有负面情绪的动作，而是一个充满爱与和解的仪式。您是在跟您的过去做一个美好的告别，您告别的越彻底越和平，您走向未来的脚步就越轻快。第三，对于那些看不见的垃圾，比如坏情绪、坏观念，要用转化的方法去扔。比如说，您心里怨恨一个人，很痛苦，要怎么扔掉这个怨恨？您去诅咒他是没有用的，反而会加重您自己的负能量。最好的办法是原谅。您告诉自己，我原谅他，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再背着这块沉重的石头走路了。您一选择原谅，这个怨恨的能量就被您转化掉了，也就等于被您扔掉了。又比如说，您后悔做了一件事情，天天折磨自己，这也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是接纳和学习。您告诉自己，是的，我当时做错了，但是我从这次错误中学到了什么？我如何确保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您从中学到了宝贵的教训时，这个后悔的毒药就变成了智慧的养分，您就成功的把它转化掉了。所以各位好朋友，转运最快的方式就是扔，从扔掉您身边不再需要的物质开始，为您的生活创造空间，然后扔掉您头脑里限制您的成就观念，为您的未来创造可能，最后扔掉那些消耗您的无效关系，为您的生命创造能量。这个扔的过程其实
就是一个生命进化的过程，把您生命当中那些淤堵的、沉重的、负面的能量，通通都清理出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盈，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有活力。当您的状态对了，当您的能量场干净了、清爽了、频率高了，我跟您保证，您根本不需要去求什么好运气，好运气会排着队挤破门都要来找您，因为宇宙就喜欢您这样清爽、有活力的人。所以不要再向外去追求了，转运的开关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从今天开始，就从您身边最简单的事情做起，去看一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扔掉的，有什么念头是可以扔掉的，有什么关系是可以扔掉的。您每扔掉一件垃圾，您就为好运腾出了1寸空间。当您把所有的垃圾都扔光了，那您的人生就是一个迎接无限好运的、光明灿烂的、崭新的开始。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却了不起，因为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莫大的勇气。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好朋友都能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去扔掉该扔的，去迎接我们本该拥有的那个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人生。谢谢大家。如果你也喜欢老师今天的分享，请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次见。